雪域高原密室藏，古刹珍宝泛幽光。偷梁换柱疑云起，巨星暗柱送夕阳。大家好，在下奇闻居士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存在着一种被称为雪人的神秘生物，隐藏在人迹罕至的雪山之巅。它高大魁梧，毛发浓密，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冰雪世界里留下巨大的脚印，引发了无数的遐想和探索。今天我们要带你走进一个真实的事件，一个关于雪人、好莱坞巨星、古老寺院和惊天盗窃的离奇故事。故事的中心是一只神秘的手，它被认为是雪人的遗骸，在尼泊尔的一座偏远寺院里，被僧侣们视为圣物，世代供奉。然而，在20世纪中期，这只手的一部分竟然被一位探险家偷梁换柱，并由著名影星秘密运送到了伦敦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这只手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？最终的 DNA 鉴定结果又会揭示出什么惊人的真相？喜马拉雅山脉屹立在世界的屋脊上，不仅是自然的奇迹，更是谜团的发源地。珠穆朗玛峰的阴影下，尼泊尔的雪域高原流传着一个关于雪人的古老传说。这种神秘生物身形高大，毛发浓密，来去无踪，一直是当地文化的一部分，几乎与山顶的积雪一样，深深植根在这个地方的信仰和历史之中。位于通往珠峰大本营的路途上，有一个名叫庞波切的小村庄，这里不仅是登山者的歇脚点，也有着更加神圣的意义。相传17世纪，桑瓦多吉飞越喜马拉雅山脉，降落在庞波切的一块岩石上，并在岩石上留下了神圣的足迹。随后的岁月里，他在这里建立了数座寺庙，传承着佛教文化。至今，庞波切的寺庙依然香火鼎盛，成为当地重要的精神象征。然而，这座寺庙更为神秘的，不仅仅是它的历史和宗教背景，而是一件独特的圣物，一只干枯的手骨。这只被称作庞波切之手的手骨，传说它属于神秘的雪人，它被小心翼翼地保存在寺庙内，与寺庙的平安和福祉紧密相连。每年，村民会举行仪式，将这只手骨带出寺庙，巡游村庄，祈求丰收和好运。在当地人眼中，这只手不仅仅是一件遗物，更是连接现实世界与雪人世界的纽带，是他们信仰与文化的核心。进入20世纪，随着全球探险热潮的兴起，喜马拉雅的神秘面纱引来了无数冒险者。1957年，美国德克萨斯州的石油大亨汤姆斯利克被雪人传说深深吸引，他资助了多次寻雪人探险。斯利克渴望通过科学的力量揭开雪人之谜，甚至梦想能将雪人活捉带回西方进行研究。尽管最初的探险收获寥寥，雪人依然神秘难测，只有模糊的目击报告和巨大的脚印让人又惊又疑。转折发生在1958年，斯利克资助的探险队员在庞波切寺庙发现了这只手的存在，并带回了照片。这些照片展示了手骨的干枯和粗壮的指节，它们呈现出一种原始、神秘的气息，瞬间引起了西方世界的轰动。而庞波切之手的故事也因此拉开了更加扑朔迷离的序幕。1959年，探险家彼得·拜恩接到了一个梦寐以求的任务，将庞波切之手带回西方进行研究。这个任务由石油大亨汤姆斯利克委托。拜恩深知这不仅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更可能解开雪人之谜，让自己的名字载入史册。满怀希望，他向寺庙的僧侣们提出请求，然而他们的反应让他大失所望。对这些僧侣而言，庞波切之手不仅是一件遗物，而是与寺庙命运息息相关的神圣象征。若将这只手移出寺庙，他们坚信将会引发灾难，破坏寺庙数百年来的平静与和谐。面对僧侣的拒绝，拜恩陷入了困境，但他并不打算轻易放弃。
并决定采取更为激进的手段。他计划偷偷用一根人类的指骨替换掉雪人之手，这样就能悄无声息地将雪人的指骨带出尼泊尔。关于这次行动的具体细节，至今仍然众说纷纭。有人说这是一场$160的交易，也有人说这是趁僧侣们酒醉时的秘密行动。但无论真相如何，拜恩最终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战利品。然而，拜恩面临的挑战并没有结束，如何将这件非法的珍贵物品安全送出尼泊尔，成了他新的难题。这时，斯利克再次发挥了他庞大的关系网。他联系了当时正在印度度假的好莱坞影星吉米·斯图尔特和他的妻子格洛丽亚。夫妻二人对自然历史充满兴趣，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拜恩的请求。为了避免海关检查，格洛丽亚将指骨巧妙地藏在她的内衣箱中，那是一个海关官员极有可能忽视的地方。那个年代，许多富有的女士都会有专门的箱子来装载她们的精致内衣。就这样，这根小小的指骨开始了他的跨国旅程，从尼泊尔到印度，再到伦敦。他穿越了无数的边境，飞越了喜马拉雅山脉，最终抵达了目的地。当庞波切之手的指骨被秘密运到伦敦后，他立即交给了著名的灵长类动物学家威廉·奥斯曼希尔教授进行分析。希尔教授对这根神秘的指骨进行了仔细的检查。他最初的结论令人大为兴奋，这根指骨似乎属于某种原始人类，暗示着雪人可能是人类进化链中遗失的一环。这个发现无疑为雪人之谜增添了新的可能性。然而，随着进一步的研究，希尔教授改变了看法。他发现这根指骨与任何已知的灵长类动物都不匹配，进一步加深了谜团的复杂性。希尔教授提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假设，这根指骨可能属于尼安德特人。然而，受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，希尔的结论并未得到确凿的证据支持。1960年，世界图书百科全书公司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喜马拉雅探险，由著名珠峰征服者埃德蒙·希拉里领队。这次探险除了搜集中国火箭发射的情报外，希拉里还利用机会对雪人之手进行了调查。他亲自检验了庞波切僧院供奉的那只手，并毫不留情地将其视为赝品。他断言，这只手并非雪人遗骸，而是由人类的手骨和其他动物的骨骼拼凑而成。更为讽刺的是，希拉里并不知道拜恩曾在其中替换了一根指骨。希拉里的结论也因此成为了后来的争议焦点。直到1991年，这个故事又有了新的转折。神秘动物学家洛伦·科尔曼在研究斯利克的档案时，意外发现了当年密运指骨的详细记录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斯利克探险队的顾问阿戈吉诺居然保存着雪人之手的组织样本。NBC 电视台的未解之谜节目对这些样本进行了分析，结果显示这些组织既非完全的人类组织，却又与人类极为相似。就在真相似乎即将揭晓之际，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：庞波切寺院中完整的雪人之手竟然被盗。传闻称，这只神秘的手通过地下古董市场流入了某个私人收藏，彻底失去了踪迹。圣物的失窃不仅给庞波切僧院带来了巨大的损失，也让追寻真相的努力更加复杂和无望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科技的进步为揭开庞波切之手之谜带来了新的曙光。1975年，灵长类动物学家威廉·奥斯曼希尔教授去世后，他的标本收藏被捐赠给了伦敦皇家外科学院的亨特博物馆。然而，由于缺乏详细的目录和整理，这些标本长期未被重视，许多珍贵的物品都被束之高阁，几乎被世界遗忘。直到2008年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整理希尔教授的遗物时，意外发现了一个盒子，里面装着一些与神秘动物学研究相关的物品，包括足印的石膏模型、毛发、粪便样本，还有一根黑色弯曲的指骨残片，标记着雪人指骨。根据盒子中的笔记，这根指骨来自尼泊尔庞波切寺院的雪人之手。2011年，
这个故事迎来了关键性的转折。BBC 记者马修希尔联系上了年过80的彼得·拜恩，后者确认这正是当年从庞波切寺院取走的那根指骨。在各方努力下，科学家们终于有机会对这根指骨进行 DNA 分析。然而，当分析结果公布时，谜底却出人意料，这根指骨确实来自人类，而非传说中的雪人。与此同时，失踪的雪人之手依然没有下落。得知此事后，新西兰飞行员兼登山家麦克阿尔索普深感同情，决定为僧院做些什么。他联系了新西兰的维塔工作室，这家公司以制作电影《指环王》和《阿凡达》的特效和道具闻名，并委托他们根据拜恩拍摄的原始照片，制作了雪人之手和雪人头骨的复制品。2011年5月，当这些复制品重新回到寺院时，僧侣们的眼中闪烁着感激的泪光。此外，阿尔索普还创建了一个名为归还手的网站，呼吁任何拥有庞波切之手原件或知道其下落的人将其归还给僧院。他坚信，总有一天，庞波切之手能够回到他应有的地方，完成这段传奇故事的圆满结局。